露营的风还远远的没有过去，现在山海 T2是直接化身成了捷途旅行者的 CDM 混动版，预售价格是18.49到21.69万元，相比起旅行者的 2.0T 四驱版15.99万元的起售价，貌似是贵了不少。我听到很多人去蛐它，说怎么全系两驱啊？没事儿，我打听过了。四驱呢是过段时间上，有人说它卖的贵，预售价嘛都知道，正式发布会再低一些，咱们再等等。那还有的说底盘怎么还降低了15毫米呢？这个越野性能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吗？但其实它的接近角28度，离去角30度，最小离地间隙205毫米，涉水深度700毫米，还是完全可以让山海 T2的通过性超过大部分的城市 SUV。1.5T 加 3DHT 它还是鲲鹏动力的基因，只是盖上了 CDM 的身份，而上 CDM 的目的就是为了更省油，还有更丰富的用车场景，比如说上下班啊、市区通勤，咱们都可以用纯电形式。再比如说满油满电，这台山海 T2是可以跑1300公里的。我们今天一路开过来，像城镇路段呀、高速、山路都是有设计的。而且在我看来，虽然造型是一个方盒子，但是山海 T2并不能算是一台传统意义的硬派越野，还是更倾向于一台有着越野性能 SUV， 主打的还是休闲自驾，还有户外的露营。所以山海 T2在多场景的拓展上是非常努力的。比如说，它就很用心的配上了这个电吸的尾门。你们看，这个小书包它就是备胎嘛，备胎肯定就是很有重量的。这样一来呢，它的开关门就会轻松很多，而且它这个撑杆也能够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。咱们如果在露营的时候去把大件的箱子呀、食材呀这些搬来搬去的，就不用一只手撑着了。你们看尾门板上还有2个3000克的挂钩，还有杯托。内侧呢，它则是有着行业唯一的2.2千瓦的内置外放电功率，像微波炉、电烤炉、风扇、照明、咖啡机这些家用的电器或者厨电都是能够带动的。像它这个充电口的位置还有一个6.6千瓦的外放电，这可是行业普遍3.3千瓦的2倍，明摆着就是可以让你坐在车尾手捧咖啡看看日落。如果咱们再买上一顶车顶帐篷，夜幕降临满天星辰，你点着床头灯看看书，再支上一个投影仪，甚至去烤一块面包热一杯牛奶，别担心，山海 T2的外放电功能是绝对能够支持这些电器的，谁会过日子我不说。车内的众多细节也是让我确信山海 T2是绝对兼顾了舒适性的。你们看这个水晶挡把是够漂亮的吧？重要的是它的握感也不错，像手指就可以直接抠在里面。有一些车型其实也会有这种水晶的小方块，但是就是因为实在太小了，有时候还真的是不好把握。主驾是有一块50瓦的无线充电面板，不但速度比较快，而且还带通风散热的口。那像它的智能连续对话呀、4音区语音识别，这些速度都蛮快的，它甚至还会叫我老板。你好，小杰。老板，我在。至于像它的头顶麂皮呀，还有皮质座椅，并且手能摸到的地方都是采用了软质材料的包裹，这些都是显示出了山海 T2在质地上是绝对下了功夫的。这一次山海 T2还有一个亮点，那就是得益于超高能量的电池包，捷途的山海 T2在停车常住的时候都能去保持电力的供应，所以呢，空调就能够在发动机没有启动的时候去独立的运行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科学了。你说我就想停下来看看风景，或者走几步路去旁边拍拍照。要是熄火一会儿就特别的闷热了，那山海 T2的驻车空调最长是可以设置到23小时59分钟，车外30度的情况下，开8个小时也只耗6.5度电，这个时长呢也差不多过夜了，可以在山间林海里美美的睡一觉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山海 T2这个思路还真挺不错的。传统的硬派越野车始终都只是小份额的市场，再火爆终究也只能满足小部分的人。但是当一台带通过性的方盒子车型，并没有放弃对出游场景化的打造，座舱的舒适性和科技感，甚至油耗和续航，在城市 SUV 里面也是有的一拼的。有一颗去野的心，又没有完全舍弃通勤需求的消费者，看它的几率是不是更大一些呢？